薛丁山和舒宝同都是乱世风云的一代英雄，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命运结局如何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10年前的小薛丁山和师傅去缥缈峰参加论道道会，这里道友云集，大家聊得都很开心。唯一有一个道服道友迟到了，又不服天尊批评，和众道友吵架一番后生气离开。小薛丁山在缥缈峰的这一段时间和各位小伙伴玩得很开心，还在小伙伴闯祸的时候挺身而出，得到了天尊的喜爱。而生气离去的道服也收了一个徒弟，就是小舒宝同。不得不说啊，很多事情一开始就是注定的，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原来这舒宝同的祖父是被朝廷一个叫罗通的人所杀，所以舒宝同非常痛恨朝廷，他发誓要推翻朝廷，自己称霸。长大后的舒宝同也确实成就了一番事业，姐姐是西凉王的王妃，他成为西凉王的小舅子，当上了元帅。为了报仇，这姐弟俩不断穿梭西凉王和朝廷战争。西凉王也是个没主意的，听话的很呐。这不，已经和朝廷叫板了许久，舒宝同这边的大军和唐军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因为西凉这边的战乱，唐高宗李治都御驾亲征了，皇帝都如此重视了，看来啊，西凉这边还是有几把刷子的。李治钦点薛仁贵为元帅，率军讨伐西凉叛贼。为什么必须要说叛贼呢？这西凉啊，做的确实有点不地道，咱们好好说道说道。来到变化镇的众士兵们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啊。更可恨的是，舒宝同手下的一将军黑莲度下命令，把所有的男壮丁都抓回去，其实是为了给舒宝同练飞刀和剑当活靶子呢，这就过分了吧，白白送死啊！在这些被抓的男壮丁里，有一个叫江虎的年轻人，凭着自己的聪明逃出来了。逃出来的江虎内心发誓，必要杀黑莲度，为母报仇。他和师弟郑小四决定去找薛仁贵那边投军。他们去的是秦怀玉的地盘，这秦怀玉是薛仁贵手下一名很受重用的大将军。江虎和小四对秦将军好真情实意地表示自己一定会效忠朝廷。秦将军看他俩都有特长，武功也不错，又是本地人，就收入了飞虎营。这时军师徐茂公来到大营，和薛仁贵一起商讨，这个舒宝同不好对付呀，打算派人提前去探探他的底细。月黑风高的一个夜晚，小四和他的小伙伴来到黑莲度的地盘，听到黑莲度的安排，如果他不杀掉唐军的一个大将，那他就被舒宝同杀。所以怕死的他打算违背上司舒宝同的命令，他要开城门迎战唐军。老黑想我要为我的命争一口气。得到这个消息的薛仁贵一干人等觉得不想迎战的舒贼一定有什么大阴谋，要不就是他自己放弃了金匣关、界牌关、接天关这3关。他们为了防止舒贼的阴谋，要早做准备。薛仁贵和下属们赶紧召开会议。这时皇帝李治也来关心情况，他都等得着急了。薛仁贵表示，我们正在开会研究此事，一定拿下界牌关。激动人心的两军对垒在界牌关终于开始了。没想到本来信心十足的黑莲度没几个回合就败在了秦怀玉的手下。狗贼黑莲度，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唐军这边都是胜利的消息，连拿3关。舒宝同那边就没那么美好了，因为3关被唐军夺去，很多王公大臣在西凉王面前给他穿小鞋，说他坏话，想把元帅的位置换掉，阻止西凉王继续和朝廷作对。被召见回西凉王府的舒宝同被西凉王一通大骂。西凉王表示，我压力山大呀，你失败了，最后挨大臣们施压的是我呀，你倒是给我争口气呀。舒宝同用他的3寸不烂之舌，终于把西凉王又稳住了。这社交能力杠杠的呀。不过稳住了大姐夫，舒宝同可没忘那些给他穿小鞋的大臣们。于是在夜晚派人挨个去那些反对他的大臣们家中威胁一番，必须给我说好话，支持我。薛仁贵这边在一次夜探之后，发现敌军在悄悄转运粮草，他们不知道舒宝同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对他的防备更高了。最后在皇帝的催促下，薛仁贵团体决定3天之内攻打锁阳城。薛仁贵一干人等奋勇前进，把接天关、金匣关、界牌关攻下。
并且顺带的把舒宝同的军队的粮草抢夺过来。痛失三观的舒宝同被西凉王和朝中官员一顿批评，想要换掉他的元帅之位。舒宝同派士兵悄悄转运粮草。咱们接着讲。探听到消息的薛仁贵这些人决定抢夺舒宝同的粮草，他们设下埋伏，夜间诱敌。没想到运粮草的士兵如此好骗，中了埋伏，丢失了粮草。而在西凉王府内，针对目前的战况，西凉王让大家畅所欲言。这一回，宋大人他们不敢给舒宝同穿小鞋了。舒宝同说出了他的计划，原来这个机灵鬼是故意把锁阳城留给唐军，留一座空城，然后他再围城消灭他们。西凉大姐夫听了那个高兴啊！宋大人也赶紧夸舒宝同足智多谋，这让其他大臣傻眼了呀！这反对党宋大人怎么变了？不知实情的薛仁贵等人攻打锁阳城，没想到非常顺利的拿下了。但是薛仁贵心里也有点怀疑，觉得还是小心为上。皇帝进城之前，赶紧派2000人去城内仔细搜查，看看有没有埋伏和危险。尉迟等人进城后，在搜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些躲在家中的百姓，百姓们以为唐军会把他们都杀掉。其中有个陈伯说，舒宝同离开锁阳城的时候说，唐军来了一定会把他们都杀掉。但是百姓们没想到，唐军不止不杀他们，还又给粮食又给钱，还给看病。他们瞬间顺从唐军的安排。除了善良的百姓，尉迟还发现了2个残疾人，王魁山和郭勇。其实他们是假装残疾，是舒宝同留下的奸细，准备在皇帝李治接受百姓招贺时刺杀他。这边进入锁阳城内的薛仁贵正在劝说李治，现在不安全，过几天再招贺吧。李治就是不听薛仁贵的，非要今天显摆一下，接受百姓的招贺。正当他美得冒泡的时候，混进人群的奸细拿出飞镖。有刺客！皇上！有刺客！皇上！奸细们刺杀失败。舒宝同接到飞鸽传书失败的消息，气得白眼一翻，差点晕过去。暗暗决定最迟明晚就围城，皇帝和薛仁贵都得死。经历了刺杀风波的薛仁贵团队觉得城里一定还有其他奸细，马上派了江虎、小四和飞虎营其他人等组成的捉奸小队伍，在锁阳城内大力搜查。救驾有功的陈伯接到了圣旨，皇帝要宣他入宫。李治本想对陈伯大加封赏，天地黄金豪气得很呐，没想到陈伯啥也不要，就要了4两银子，开心的回家去了。这边经过分析，薛仁贵已经判断出舒宝同的目的一定是围城，叮嘱众人要加强训练和防备。小四和江湖在城内终于发现了奸细传信的信鸽，但是没抓到，只能继续严密监视。奸细还没抓到，而舒宝同大军已经围困了锁阳城，他的目的就是彻底耗死唐军，直到他们的粮草用尽，而且还要毁掉他们的粮草。谁让人家有重型武器，他们打不过呢？不过他们的奸计已经被薛仁贵等人防备了。秦怀玉和江湖、小四儿商议，把粮草重重看守，只要到粮仓附近的可疑人都抓起来审问。接到舒宝同命令的王魁山等人组成了破坏唐军粮草的小团队。站住！干什么？宰了我的鸡腿！鸡腿？管你鸡腿丫头！这是军事禁地，跪远一点！站住！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的？大人，我们是火头营的。来人，站来！检查一下。是。胜利只是暂时的，皇帝已经着急的不行了，让薛仁贵等人快突围，大战一场。最终，薛仁贵决定声东击西，兵分3路。东门有程铁牛王成率8万人马杀出，西门有我秦怀玉，还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将领。我还想分第3路。3路？哪3路？既然他们想回我军粮草，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毁敌粮草，可这第三路人马从哪儿来呢？莫非你要启用他们？